大家好，本人前几天刚从中国返回德国，有点忙，而且呢一直在倒时差，有的时候睡得天昏地暗。大家可以发现，有一个题目我一直没有触及，那就是珠海航展。一个是因为本人呢是军事盲，也就是对军事几乎一无所知，出于严谨考虑，不敢乱说话。其实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德国媒体没怎么报道。我估计呢，德国被中国这一个一个国之重器呢，可以说是震惊了、吓尿了。又加上主子美国好像保持沉默，没怎么发话。主子没有发话，那你作为附庸，作为小弟也不好乱说啊，对吧？所以呢，德国媒体就没怎么报道，于是我就没有什么素材可以说的了。不过我认为这还是非常提气的。有的德国人酸酸地重复他们的名言，怎么中国这歼35A 它的外形与美国的 F-35怎么那么像啊？可能又是偷美国技术吧。大家也知道，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基于气动原理，5代战机它们的外形肯定是非常像的。但据我所知，中国的歼35A 它是双引擎的，而美国的 F-35只有一个引擎。作为军事小白，我就认为啊，两个的肯定比一个的好，对吧？因为有个备份啊，如果一个引擎出了问题，那个备份引擎可以发挥作用，是不是我这样理解有点错误？而美国 F-35它是单引擎的，那意味着如果这个引擎出了问题，这美国的 F-35是不是马上就歇菜了呢？话说了，如果中国去偷，你德国也可以去偷啊。我就觉得啊，如果把图纸给你德国，可能德国也没有这个工程技术把它复制出来。所以说，网上这种酸民论调，恰恰就是羡慕、嫉妒、恨的标志。据说这次珠海航展，中东土豪沙特他租了好几百平米的展位，但是呢是空的，没有放什么东西。网上的传说是空手而来，满载而归，也就是说，中东土豪沙特是来中国买的。但是沙特后来说，他们租的展位是想吸引众多中国军工企业到沙特的利雅得去参加他们的第3届世界防务展。你看人家有钱的土豪就是豪爽啊！据说这几百平米的展位，这几天就花了好几千万人民币的租金。中国高调展出这些大国重器，其实不仅是给全世界看，主要是给美国看。只有自己有实力，才能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从而避免战争的发生，比如避免台海发生战争。同时也是给本次在南美洲举行的2场重要的国际会议与会的美国的一个下马威。哈哈，我不知道我这样的看法是否合适啊？据德国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正在南美洲出访，他出访的首站是秘鲁。首先是参加当地时间10月14日新建成的深水港前凯港，据德国媒体说是可以用于军事用途的一个港口，它的落成典礼。这也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项目。未来通过这个港口与上海港的连接，这个航运线路它的时间将大大缩短，从原来40天缩短到只有23天，并很有可能取代美国洛杉矶的长滩港，成为新一代巨型集装箱码头。因为目前为止，南美洲的货运一般都要经过美国洛杉矶这长滩港，然后才转运到中国。今后可以直航，从秘鲁的前凯港直接到达上海，所以实际上从原来40天大大缩短到只有23天。顺便提一下，前凯港这个字啊，听起来特别像中文，对吧？其实呢，它不是，它是西班牙语读音的音译。可是很巧，这个读音呢与中文又特别的像，而且用中文来说，这个港口的寓意也特别好，钱啊，前途无量。不过这是我个人的解读。德国官媒德国之声以中国在秘鲁的游戏作为副标题，报道了中国与秘鲁在一带一路的合作。该德国媒体引用秘鲁当地的媒体称，习近平是本次阿佩克，也就是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明星，而不是拜登。其实难怪拜登除了空洞的口号，其实什么都没有，而且
它很快就要下岗了。第三个，美国除了空洞的口号，对这个美国所谓的后花园有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吗？没有。加上他很快就要下课了，而且有老年痴呆，讲话可以说是前言不搭后语，所以在这次APEC上不受什么待见，也就在所难免了。据德国官媒德国之声报道，得益于前开港的建成，现在以及未来，在秘鲁与物流有关的以及与工程有关的行业将变得特别抢手，特别热门。秘鲁媒体披露，进军秘鲁的中国企业现在超过200家，投资的金额已经超过310亿美元。这个前开港啊，连人家邻国智利现在也眼红了。智利前交通部长批评智利政府脚步太慢，没有与中国抢先合作，所以呢，机会都被秘鲁抢去了。德国官媒德国之声酸酸地说，前开港的落成让秘鲁当地媒体莫名兴奋，他用了莫名这个词。多家秘鲁电视台甚至直接到现场进行现场直播。德国之声担忧，南美经济将从过去美国的后花园变成被中国控制。德国之声不无担忧地问道，难道秘鲁不会担忧未来经济主导地位从美国主导变成中国主导吗？接着德国之声继续说，秘鲁这个深水港就是前开港的建成也会引起西方的担忧，因为这个港啊吃水很深，可以容纳军舰，引发将来可以用作军事用途的担忧。在此不得不说，这家德国官媒似乎忘记了美国在全世界有好几百座军港，就是只是军事用途的。而且这还不满足，美国还到处想拥有更多的军港，比如我们过去看到的，在台湾呀，在南朝鲜啊，现在在菲律宾纷纷搞事，对不对？租用他们的军港，布置中程导弹，专门肯定是对准中国。在这方面，德国媒体一点都不担忧。而现在中国帮秘鲁建成了一个深水港，就被说成了有军事用途的担忧。话说了啊，今后即使中国想把这个港口作为军事用途，有什么不可呢？你美国就可以，中国就不可以吗？这是不是又是典型的西方的双标，或者说德国的双标呢？就是说只准美国，只准德国放火，不准中国点灯，这又是什么逻辑呢？德国之声继续引用所谓秘鲁媒体说，中国在秘鲁的投资不单是数字的问题，更是地缘政治的问题。他又说，习近平熟知下棋之道，这个棋呢是围棋。习近平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逼到绝境。但是秘鲁国家青年网络的记者卡罗斯说，前开港会促进秘鲁 GDP 的成长，而且该港口的建成不仅有助于秘鲁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也能帮助整个拉丁美洲。因此，卡洛斯认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美国才担忧美国原来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现在正处于危险之中，也是对前开港现在投入使用表示担忧。担忧什么呢？担忧其影响力下降啊，从所谓美国后院被踢出去啊。德国之声说，接连10年，中国是秘鲁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秘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这几年，中国国企不遗余力地买下秘鲁国企，比如说收购秘鲁的某电力公司，还说中国下步在秘鲁那就是倾销华为电信设备以及中国电动汽车。该德国官媒，也就是德国之声，继续援引另外一家秘鲁媒体共和报报道，中国现在正在已建一条3755公里长的运输铁路，从巴西开始，穿越玻利维亚，一直到达秘鲁的前开港。单是铁路基础设施投资就多达100亿美元，可以说中国展现出雄心勃勃的决心。接着德国之声质问秘鲁某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加拉多关于中国投资给秘鲁的未来经济带来挑战的问题。总之，这家德国官媒处处预设立场，让人觉得这家媒体居心叵测。最后，这家德国官媒德国之声引用另外一家秘鲁媒体 Hildebrand 画报分析师伊达尔郭的话说，南美棋盘上中美胜负还没有到最后，
但中国的赢面只会越来越大。这大概是西方最不愿意听到的。各位朋友，面对美国在任总统拜登过去执行的越来越多逆全球化政策，以及现在当选总统特朗普可能采取的更多的逆全球化政策，中国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阿佩克峰会上发表书面致辞，力挺全球化，并抨击阻碍经济合作和将世界割裂开来是开历史倒车，呼吁各方不能走少数国家独占霸权的老路。朋友们，虽然习主席没有明说，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在暗指谁，那就是暗指美国。另外，习主席还对全球经济碎片化表示担忧。这里不得不说，近20多年的历史，其实大家回忆一下，当初呼吁全球化的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后来，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加入了世界经济这个大家庭，凭着中国人的勤奋以及聪明才智，中国的经济迅速起飞，把西方的蛋糕一个一个的把它瓜分了。所以呢，现在西方可以说是被中国才从经济啊、军事各个方面逼得喘不过气来，这才是西方逆全球化最根本的原因。因为他们看与中国这个游戏玩不下去了，于是呢就甩手不干了。你看，这就是西方的尿性啊！他们跟你竞争，竞争得过的时候呢，就是经济全球化。现在眼看着在同样的条件下竞争不过了，然后呢就说中国产能过剩了，中国国家补贴了，反正什么都是他们说了算。现在扯下这个全球化的遮羞布，就走向了逆全球化。受访学者分析，本次习近平先生在阿佩克的发言，反映出中国对特朗普上任后世界格局即将发生变化的明显担忧，为此提出了明显的中国方案，尤其是要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德国媒体，比如说德国《时代报》也报道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次阿佩克上的主题演讲。我们来看看该报的报道。秘鲁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习近平警告保护主义抬头。亚太经合组织国家元首在秘鲁举行会议，中国国家主席谈及全球经济碎片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阿佩克峰会开幕式上对新时代的保护主义发出警告。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会议上说，世界进入了一个动荡和变革的新时期。他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蔓延表示担忧，并警告说，全球经济碎片化正在加剧。未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政治影响力视为威胁，通过他安插的外交和国防领域的重要职位，以表明有意在他的第2任期内与中国展开对抗。在竞选期间，他还宣布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60%的关税，这加剧了人们对于中国爆发新贸易战的担忧。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东道国秘鲁总统博卢阿瓦特在开幕式上呼吁加强经济合作。在不久的将来，世界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更多的合作和理解，减少碎片化。习近平与拜登计划会晤。与习近平不同，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出席了周5的峰会开幕式。拜登与习近平1对1会晤计划于周6举行。德国之声补充，习拜会已经结束了。两国元首上次会晤是2023年11月在美国加州举行的一次峰会上，当时他们同意恢复两国军队之间的军事交流。在习拜会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说，这次会晤为世界2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关系的进步提供了一个契机。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他补充说，我们必须管理好这种竞争，使其不会变成冲突。剪彩中国在南美控制的首个巨型港口。拜登周5在利马会见了日本首相石破茂和南朝鲜总统尹锡烈。日本和南朝鲜是美国的重要盟友。拜登在会晤中警告说，特朗普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将进入一个政治动荡的时期。这位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发生重大政治变革的时刻。
拜登还对朝鲜与俄罗斯进行危险和破坏稳定的合作提出警告。周四，习近平与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共同为新建成的前凯港剪彩，这是中国在南美控制的首个港口，位于太平洋沿岸利马以北约80公里处。它将开辟一条直达上海的航线，从而大大缩短航运时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印度尼西亚总统苏比安托和日本首相石破茂等也将出席会议。俄罗斯副总理奥夫丘克代表俄罗斯出席会议。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俄罗斯领导人的许多代表都受到制裁，因此他们的出访被视为敏感事件。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前几年就没再参加过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好，朋友们，报道就那么多，到目前为止没有特别离谱的地方。但是由于数十年如一日的洗脑，导致不少德国人对中国以及中国领导人怀有深深的误解，以及由此产生的敌意。从以下评论区的读者留言就可以看出。我们来看几条吧。第一条评论：我们看到了保护主义的危险，他在大喊大叫。下条评论：小熊维尼很有幽默感。中国强迫所有在华投资者接受中国国有企业51%多数股权的控股，现在却大谈保护主义，他是不是让蜜罐在阳光下发酵太久了？我们继续往下，这也太有意思了吧！这位独裁者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到了炉火纯青，却喋喋不休地指责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这纯粹是搞笑嘛！我们继续看下条评论。我很少这么笑的，一个偷窃技术成瘾国家的领导人竟然批评保护主义，我肚子都笑疼了。下条评论：20世纪和21世纪的保护主义是中国的发明，而现在这位好大叔却对这一成功秘诀被抄袭感到愤怒。说到抄袭，这也是中国的发明，只不过历史更悠久。我们继续往下。多年来，中国通过确保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必须始终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来保护自己的市场，而现在习近平突然惊讶地发现其他国家正在慢慢觉醒，不再愿意忍受这种做法，太令人惊讶了。继续往下。中国是保护主义抬头的唯一原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自己谋取所有利益，却不遵守任何规则。到某个时候，其他成员也都不干了。下条评论：一个想通过建立经济依赖和军事力量征服世界的人反对保护主义，这我就不明白了。好，朋友们，大家看，这就是德国网友对于习主席提醒的保护主义抬头的理解以及评论。他们的世界观与中国人简直就是在平行宇宙呀。接下来我们看几条德国网友对习主席剪彩秘鲁前凯港的看法。第一条评论：如果欧盟奉行这样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引起国内外的强烈抗议，所有人都会指责欧盟是新殖民主义。不幸的是，我们更愿意为秘鲁的自行车道项目提供资金，眼睁睁地看着中国获得那里的原材料。下条评论：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自己的地位并扩大影响力，这对欧盟来说当然不好。而我们满世界胡乱指点江山，高谈道德，一言不合就断交，请看阿根廷的米莱总统。但中国的努力和决心令我肃然起敬。施工合同于2022年签订，现在2024年已经可以投入使用了，这也太疯狂了。从丹麦到费马恩的隧道运输连接线，德国已经施工了多久了？请注意，只是连接段，丹麦在修隧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完工？继续往下。关键基础设施被肆无忌惮地出卖给中国，这太可怕了，而且不仅仅在南美发生。下条评论：在习主席剪彩秘鲁前凯港的报道中提到，中国正在利用我们的缺席，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这位网友说，
是的，很明显，如果有什么存在的话，那也是美国的军事存在。至少我不记得美国在南美有任何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每个国家都可以自由竞标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非洲、南美和亚洲仍有很大的潜力。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在过去60年里几乎没有在这方面取得任何进展。事实上，他们甚至对此都不感兴趣，而现在却对中国耿耿于怀，这又是非常不诚实的。下一条评论，好吧，谁能想到昔日落后的中国会向世界展示如何通过依附关系实现世界霸权？让我们继续往下。我只能说佩服，这是一笔双赢的交易，也是通过贸易实现变革的典范。秘鲁是个新兴国家，贫困率正在迅速下降，这与它的头号贸易伙伴中国密不可分。我们看下一条评论吧。秘鲁前进，中国万岁！有的国家建造桥梁、铺设管道和整个港口，也有的国家摧毁它们。当你意识到中国和秘鲁这2个太平洋国家之间的贸易仍需要绕到美国时，南美洲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便一目了然。下条评论，我们应该感到惊讶吗？在南美洲，美国几十年来一直被视为独裁政权的支持者，而中国的名声要好得多。继续往下吧。这得叫殖民主义吧？我们看下条评论，战略推进力发挥到极致，在原材料供应方面，祝贺中国。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这个集装箱码头看起来就像汉堡港集装箱码头1:1复制品。好，德国知识点评，朋友们，你们看，这就是某些德国人的迷之自信啊！就连中国制造电动汽车也是偷德国人的技术，因为有4个圆的轮子啊。朋友们，秘鲁人民对于这个前凯港可以说全国欢欣鼓舞，很感激中国人帮他们建造。而现在到了很多德国人眼里，中国变成了殖民者。我在别的德语媒体也看见诸如中国让秘鲁陷入债务陷阱的谬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西方人越唱衰越妖魔化中国的所作所为，越说明中国做对了。好，朋友们，你们也这么认为吗？朋友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请在评论区下面留言，参加讨论。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